大家好，因为前阵子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更换水箱盖的问题，他是说他的车原厂就是配 1.1 的水箱盖，他想要换成 1.3 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是跟他讲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原厂配的就是 1.1， 你升到 1.3 是没有问题，但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整个冷却系统，就是水道的相关零件必须是在正常的状态下。那所以我才想到说，虽然我拍过蛮多片讲水箱盖或者冷却系统的片子，但是可能我在讲解的方式上比较随性，可能都会跳着讲，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在看我的影片，如果你也是跳着看的话，很有可能你们会没有听到我在讲的一些东西，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如果看的话，就是耐心的听我自言自语，把整个影片讲完。其实我一部影片里面，我可能都会讲到蛮多东西，毕竟说实在话，引擎这种东西，它是息息相关的。假设像我今天我要跟各位聊水道，就是水冷式引擎的冷却系统。那因为这个，你光一个冷却系统牵扯到水箱、水箱盖、副水箱，然后上下水管、水帮浦、水龟，甚至暖水管，甚至暖风系统，它都会牵扯在里面。所以你要我一次只讲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没办法讲得很仔细，所以我会稍微的岔题，跳到别的主题上，然后讲解一下相关的影响，再跳回来。好，那今天就是跟各位聊水冷式引擎它的冷却系统的检查。我应该前几天有发一部短片，就是讲一个小动作就可以知道水道压力是否正常。因为毕竟水冷式引擎它的水道冷却系统，它是属于半密封状态。像是有水箱盖的这种的话，当水道的压力温度升高，水就开始膨胀，然后它的压力就跟着升高，所以水箱盖它里面那个阀门会打开，把过多的压力就是水把它排到副水箱。然后当温度下来以后，因为就形成了真空，它会再透过水箱盖那个回水阀，将副水箱的水再吸回去里面，就确保着你的冷却系统里面是完完全全都是水。就像讲水箱盖那边，就是水在沸腾的时候，它会产生气体，就有点类似水蒸气，然后那些气体会膨胀，而且空气的导热性很快，它会膨胀，就会增加过大的压力，然后就会导致压力过大，水箱盖就会打开，它就会把过多的水汽、热气、水蒸气排到副水箱里面去。然后那些水汽，它不只是气体而已，它是伴随着水，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水会减少，这也是原因之一。那像水道的检查，基本上最简单的检查就是上下水管。在冷车的情况下，我们去按压水管，看里面会不会产生哔哔哔哔的声音。这就是里面水管内壁它的那个有产生水垢凝结在上面，所以你在压它的时候，因为它硬化了，所以你压会啪啪啪的声音。再来就是水管老化，水管老化的话，因为它是它的内部是有点算编织的，就是有点像矽胶管，它是有橡胶有编织网。如果你按压会哔哔哔哔的话，那也代表着水管就是老化。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就是要在热车的情况下看。如果你在热车的情况下仔细看哦，
这一头它是套着水箱上面的上水管。如果你发现你的水管在这边开始会变膨胀，在热车的状况下，你有发现这一块膨胀的话，就是这边的直径跟这边产生很悬殊的比例的时候，这也代表这支管子开始在老化了。因为刚刚讲到水管的材质，它里面是编织层，编织层它已经没办法承受压力，它被撑开了，所以冷车的时候看可能是正常，但是当你热车的时候，水道里面的压力上来，温度上来了，你的软管膨胀了，这种水管要把它换掉，这个很危险，会爆，很容易爆水管。然后像水龟啊或者水泵浦这个的检查，就只能靠经验，因为水龟它温度到了它才会开，所以而且它是锁在里面的，所以这两水龟就是节温器，水龟跟水泵浦的检查就是要靠经验。可能如果这两样东西有故障的话，你的水温会一直保持在过高，懂我讲的意思吗？因为水泵浦它可能不开，卡住，它没办法做撑开做大循环，或者说你的水龟它刚好是卡在开的状态下。如果是卡在开的状态下，就变成说你在开车的时候，水温已经上来了，但是你开越快，它的水温会自己往下掉，就是表示它的你的节温器它是卡在开的状态下，所以水一直在大循环。然后在我们行车的时候，因为水箱的撞风，它会把冷却水浆，会把水箱水冷却，所以你会发现，你慢慢开的时候水温是正常，但是你只要开快一点，你的水温会往下掉。可能冬天有的车辆如果散热系统好一点的话，就算水龟没有出状况，它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很轻微。这是天冷的情况下会有现象，但是正常情况下，你如果开慢慢的，水温表是正常，但是你可能上国道啊，或者说有那个机会开快一点的话，撞风效率好一点的话，水温开始往下掉，这个也代表水龟可能有点问题。那水泵浦的话，水泵浦就是如果水泵浦一坏，你的水道的循环就会变很差，几乎不循环，因为水泵浦没有在打，它就是靠冷热在循环的话，你的水温表就会一直偏高，甚至有可能会直接就是过热。基本上如果会产生过热的话，你的水温表一直处于很高，下不来的话，要么就是水泵浦，要么就是水龟。所以水泵浦、水龟这两个人必须就是正常，我们在 DIY 的时候就是靠经验。那能够手动检查的就是上下水管跟水箱盖。水箱盖就是我在那个短片里面有讲到，我们开完车，然后确定水温都降下来了，引擎也冷了以后，我们去打开水箱盖。你在开，因为水箱盖它一般都是两段式，你在开的时候你去感觉或者用听的也可以，但是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啦，所以就是你在开的时候，你去仔细的去感觉，在快开的时候，它有没有一股压力会往外冲。像我这台车，我如果刚开完车，引擎冷下来了，水温也下来了，但是因为水道它是属于整个密闭式的，所以它里面的压力还会存在，所以你在开的时候会稍微推一下，冷却水就会喷出来一点，你不用全开哦，就只要转到开的那边就会有一个推的力量，这就表示你的水道内部的压力存在是很持续性的，就是没有漏压，应该也就伴随着没有漏水。这个是水冷式引擎，最简单的检查方式。然后
因为如果你的水道不管是软管的接头或者水箱这个接缝处有产生渗漏的话，你的水箱压力会漏失得很快。你可能像我这台车的话，我可能开完放个2-3天我再开，还是会有压力在。那如果你开完冷却可能放个2-3个小时你去开的话，如果没有压力了，很有可能是哪里有在泄漏，这个不是一定，或者说也有可能是你的水箱盖那个压力阀太软。因为以我们这种大头的水箱盖来说，这一个大的它就是主要的压力保持压力的关键处。因为当压力过大的时候，它才会往内缩，往内缩以后，水跟压力就会沿着这个回水管去到副水箱，然后当压力排除掉以后，水跑出来，里面的空缺出来的地方就会形成真空，它就会从这个回水孔，就是这个小盖子，再把水从里面吸回来。如果你这一块的弹性很差的话，很有可能只要稍微压力高一点，它就直接就排压，所以你很有可能你车子冷却以后停下来，冷却以后2-3个小时就没压力，也有可能是这一块造成的。那基本上如果要更换水箱盖的话，当然我是回复那位网友是说这个不是绝对，但是如果你的车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做过检查，或者上下水管水箱都没有更换的话，在更换完比较高压的水箱盖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这个也可以多观察，就是你在热车的时候有没有哪里会出现渗漏。只能说如果换完 1.1 换完 1.3， 多注意看看水道周遭有没有出现渗漏，或者说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车冷了以后去转这个水箱盖，看有没有一股压力会往外冲。如果有的话，一般来说你的水箱就是你的水道系统就是没有出现压力的渗漏，那这个就还 OK。其实换高压水箱盖有它的好处啦，但是也有它的风险在，所以说可能安装上大家自己要多注意一点，要不然换个高压水箱盖换来的是比较良好的散热系统，我是觉得是划算的，因为毕竟车厂在做车子，很多东西它都有成本考量，所以它只会装够用就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改装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好了，那今天这个冷却系统水道压力的自我检测的方式跟更换水箱盖需要注意的细节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